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单单靠一个人、一台电脑，真的有可能打造出一个年收入破百万美金的事业吗？听起来很像天方夜谭，对吧？但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个真的办到这件事的人，他叫 Dan Cole， 一个所谓的数位哲学家。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的兴趣一步步变成一个超赚钱的数位帝国的。好，那要理解他，我们得先从他的核心理念开始。这句话可以说是他整个事业的基石，而且他完全颠覆了我们过去听到的那些商业建议。他说，最赚钱的利基市场就是你自己。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先记着，后面会一直回到这个点。不过，你可别以为他是那种天才，一开始就一帆风顺，完全不是。他的成功说穿了，是从一连串超级惨痛的失败中爬出来的。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对平庸的一种极度的恐惧。这整个故事就是他怎么从一条被安排好的人生道路，硬是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你看他试过多少东西，为了不要过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他真的是什么都做了。当过健身 YouTuber， 结果发现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也当过数位艺术家，粉丝是有了，但就是赚不到钱。后来又想说做广告代理好了，结果寄了50封开发信，1封回信都没有，零。还有搞代发货，但他又很讨厌那种品质自己没办法控制的感觉。最惨的来了，他最后还跟爸爸借钱搞了一个电商品牌，结果钱全部烧光，品牌还被大家公开嘲笑。你可以想象吗？那段时间绝对是他的人生谷底。好不容易，他靠着当自由接案的网页设计师，总算有了一点稳定的收入，生活好像要步上轨道了。就在2019年底，一个瞬间，一个可以说是改变他一生的顿悟就这样发生了。他突然想通了，原来写作这才是所有数位事业背后那个最关键、有力量的杠杆。就是那个想法，那个关于写作的顿悟，直接把它带到了这里。你看这个数字，330万美金的年营收，这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人的事业。他真的靠着一个转念，彻底翻转了自己的人生，盖起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人数位帝国。但你知道更夸张的是什么吗？不是营收，是他的利润率超过 90%，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所谓数位杠杆力量的最好证明吗？意思就是用最少的投入去创造出最大的价值跟产出。所以问题来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好，答案揭晓。这当然不是靠运气，他有一套方法。他建立了一套非常清楚，而且重点是几乎人人都可以复制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你自己，就是你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卖的产品。我们来看看传统建议都怎么说，通常都会叫你利基要越小越好，对吧？比方说我专门帮牙医诊所做 SEO， 听起来很专业，但 Dan Cole 说这样做其实是在限制你自己。他的想法完全相反，他认为你本身就是最好的利基市场。把你所有感兴趣的东西全部组合起来，就像他自己，他喜欢健身，也喜欢哲学，同时他还会网页设计。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没有人可以复制的独一无二的你。这个交集才是你最强大的武器。那这个系统最核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内容产出效率真的太惊人了。你看这个流程，它所有的内容源头都只有一个，每天早上的写作时间。他会先写出一篇有深度的电子报，这就是核心。然后呢，这篇电子报直接就变成他 YouTube 影片的脚本。最后再把里面的金句重点拆一拆，就变成好几则可以在社群上发的贴文。一个源头，多种用途。这样搞下来，他每天只需要花大概2个小时，就能搞定所有平台的内容，超有效率。而且他的写作也不是想到什么写什么他有一套公式，叫做 APAG 说服框架。你看，很简单。第一步 A，attention 注意力，他会先用一个你一定很有感的痛点来抓住你的眼球。第二步 P，perspective 观点，他会挑战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旧观念，然后提出他自己的新看法。第三步 A，advantage 优势，
接着他会告诉你，如果你接受他的新观点，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后一步 G，gamify 游戏化，他会给你很清楚一步一步的行动指南，让你觉得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可以马上开始做。好，系统有了，内容产出的方法也有了，但如果没有观众，这一切都是白搭，对吧？这就是 Dan Koi 另一个厉害的地方，他根本就是一个平衡广泛触及跟深度权威的艺术大师。他的策略其实可以用一个冰山理论来解释，非常聪明。你看啊，在海平面上，也就是在 X 或 IG 这种快速滚动的平台上，它会丢出那种很短、很有力，有时候甚至有点争议性的内容。这些就像是冰山的一角，目的就是吸引大家的目光，把流量带进来。但是真正厉害的是在海平面底下，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和电子报里，他提供的是那种密度超高、充满哲学思考的深度内容，这就是冰山巨大的主体，用来建立真正的信任感，让大家觉得哇，这个人是个真的专家。还有一个绝招，它不是只在分享资讯而已，它是在创造语言。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他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叫做全人整合者，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可以把好几个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创造出新见解的人。你想想看，当他的粉丝们也开始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或别人时，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瞬间觉得自己是这个独特小圈圈、这个部落的一份子。这种归属感跟粘着度是花钱也买不到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从他的失败到他的系统，再到他建立影响力的方法，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指向了他整个故事里那个最终也是最强大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关于自我实现以及真正的自由。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件事：走艺人公司这条路，真的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已。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这是一个把你个人的成长、你的自我探索变成可以赚钱的价值的过程。就像他说的这一句超棒的话：你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开始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帝国。所以说 Dan Koi 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那就是你今天绞尽脑汁为自己解决的那些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可以卖给全世界的产品或服务。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也留给我自己一个问题：你的好奇心，你那些独一无二的经历，又能为你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呢？